你敢相信吗？一只手离开了人体，竟然还能被意念操控，弯曲手指抓握物品，甚至能做精细动作。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前几天在 WAIC 2026上强脑科技带来的仿生机械手。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总会冒出几款颠覆大众认知的新奇设备。今年让小编印象最深的，不是 AI 手机，也不是机器人打乒乓球、拍照那些，而是强脑科技展台那只放在桌面上的仿生手。去过现场的观众应该都会对这个仿生手印象深刻，它完全跳出了传统假肢的使用逻辑，不需要固定在残缺肢体上，全程没有任何线路，支架做物理连接，佩戴者只需要在手腕佩戴一枚轻薄的传感环，便能自由摆放仿生手，无论是平整桌面还是肩头悬空都能正常使用。然后佩戴者只需要轻微活动手腕，调动肌肉发力，悬空静置的仿生手就会同步响应，摊开手掌，弯曲五指，旋转腕部，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衔接自然，完全看不到传统机械设备的生硬与卡顿。更让小编意外的是钢琴弹奏演示，谁能想到冰冷的机械仿生手还能精准完成弹琴这种超高精细度的操作？现场的工作人员依托仿生手辅助，五指独立起落，精准控键，稳稳弹出一段完整流畅的旋律。要知道，弹琴考验的是单指独立控制、轻重力度分层和连贯的节奏把控。过去市面上的传统假肢仅能完成简单的开合抓握动作，根本无法实现这类精细化操作。单凭这一场演示，这款仿生手的技术含金量就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有人就问了，没有物理连接，这只机械手究竟靠什么精准捕捉人的动作意图？其实市面上意念操控的宣传说法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设备可以直接读取人脑深处的想法。事实上，这项技术的原理并没有那么玄幻。人体做出任何肢体动作前，大脑都会向肌肉传递指令，这个过程会产生两层关键电信号，分别是神经冲动信号和肌肉收紧产生的肌电信号。强脑科技的这套仿生手系统核心优势就在于精准捕捉这些极易被忽略的微弱生物信号。佩戴在手腕的柔性传感环会实时采集神经电、肌电信号，同时搭配皮下血流动力学数据做多模态交叉验证，再通过自研 AI 算法快速解码，转化为具体的动作指令。当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这项技术的落地难度其实远超大众想象。人体的生物电信号仅有微伏级，强度远低于日常家电产生的电磁干扰。展会现场人流密集，环境嘈杂，再加上人体出汗、轻微肢体晃动等细微因素，都有可能直接覆盖有效信号。这也是过去传统机电假肢的最大短板，不仅只能完成开合、抬手等基础动作，稳定性极差，一旦手部出汗就容易失灵。或许正是为了解决这些行业痛点，这套系统采用了3重信号交叉验证的优化方案，大幅提升了意图识别的精准度和稳定性。据公开数据显示，它的意图识别准确率高达 99.3%， 响应延迟不足12毫秒。这个速度是什么概念？它甚至比人类自身的神经反射速度还要快一点，这也是它能实现离体无线操控的核心底气。只要佩戴传感设备，仿生手无论放在桌面、隔壁房间，理论上都能实现无延迟操控，彻底打破了传统假肢必须贴合肢体的局限。如果说流畅的离体操控是最大亮点，那近乎真人的触觉反馈才是这款仿生手真正拉开行业差距的关键。市面上多数仿生设备只解决了能动的问题，却忽略了能感知的核心要求。这款仿生手外层覆盖 1.7 毫米的医用仿生硅胶皮肤，高度还原真人手掌的肤色与纹路，摆脱了传统机械产品的冰冷质感。
皮肤内部嵌入400多个压力传感单元、多组热敏电阻和振动反馈通道，感知精度可以达到 0.03 牛，人体细微的触感体验它都能精准复刻。这种感知能力并非虚假模拟，而是真实的物理反馈映射。佩戴者抓取冰水能清晰感知指尖的凉意，轻捏水果系统会精准把控力度，避免捏碎果肉。触摸柔软织物时，专属的振动节奏会传递对应的触感。WAIC 现场还专门设置了真假手双盲测试，200多名参观者蒙眼辨别，超过70%的人无法区分真人手掌和仿生手，足以证明其仿真体验的逼真程度。一位深耕人机边界研究多年的 AI 伦理研究员也坦言，这场现场体验让他对人机融合技术有了全新的认知。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仿生手只是一款服务于残障人群的医疗康复设备，和普通大众没有太多关联。但深挖技术底层，就能发现它的应用场景和产业价值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广阔。这套设备依托的生物信号采集、AI 意图解码、多自由度精细操控、全域触觉感知技术，恰好是当下人形机器人产业最欠缺的核心能力。本届 WAIC 大会上，强脑科技同步推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灵巧操作数采矩阵就印证了这一点。工作人员佩戴脑电帽即可直接指挥机械臂完成抓取动作，通过外骨骼手套采集的真人精细化操作数据，还能用来训练工业灵巧手，让机器人的操作逻辑更贴合人类习惯。长期以来，高端功能性仿生手市场一直被海外品牌垄断，进口产品不仅售价高昂，核心技术也牢牢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而且多数设备动作僵硬，功能单一，仅能满足基础生活需求，根本无法实现精细化操作。国产仿生手的突破不仅打破了海外技术垄断，还在离体操控、触觉仿真、精细控制等多个维度实现创新超越，让中国的脑机交互助残机器人技术顺利跻身全球第一梯队。WAIC 结束后，很多人都会好奇，能做出这款标杆级仿生手的强脑科技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强脑科技于2015年诞生于哈佛大学创新实验室，也是首个入驻该实验室的中国科创团队，由哈佛脑科学博士韩碧成牵头创立。和很多追逐热门风口的科技公司不同，这家企业从成立之初就锚定了一条最难走的赛道——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要知道，脑机交互的研发难度极高，业内曾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项技术攻关相当于在50公里外捕捉蚊子扇动翅膀的声音，难度可想而知。但也正是这份对底层技术的死磕，让它避开了同质化竞争，走出了属于中国企业的独特技术路线。2018年，团队正式将总部落地杭州，扎根国内深耕技术研发与场景落地，如今早已成长为国内脑机接口领域的独角兽企业，也是全球少数能实现非侵入式脑机技术规模化量产的团队。不同于海外企业扎堆攻坚高风险的侵入式脑机技术，强脑科技始终聚焦安全、低成本、可民用的非侵入式方案，不需要手术植入，无创伤，适配门槛低，这也是它的仿生手脑控设备能够快速落地民生场景、普及应用的核心原因。外界看到的是一款经验展会的仿生手，看不到的是这家公司扎实的技术壁垒。深耕行业10余年，强脑科技累计拿下数百项授权专利，手握200余项核心发明专利，同时搭建起国内规模领先的人脑电样本数据库，专门适配中国人的神经信号特征，彻底摆脱了海外技术的适配短板。自研的柔性传感材料相比进口产品成本大幅降低，却能实现更高的信号识别精度，这也是国产仿生手能够兼顾高性能与普惠性的关键。在行业布局上，强脑科技也有着清晰的规划，从未局限于单一的康复仿生手产品，一边深耕民生康复赛道，专注用脑机技术帮助肢体障碍人群重建运动能力，回归正常生活，用硬核科技弥补人生缺憾。另一边持续发力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把成熟的神经信号解码、高精度触觉感知、多自由度运动控制技术对外开放赋能，为国内机器人企业提供核心技术支撑。除此之外，公司的脑机技术早已实现多场景落地，
覆盖医疗康复、智能硬件、工业科技等多个领域。从辅助康复的仿生肢体、训练机器人的脑控平台，到服务大众的智能健康设备，形成了完整的技术应用体系。凭借过硬的产品实力，其核心产品不仅拿下了国际权威的 FDA CE 认证，还曾入选《时代周刊》年度最佳发明，在全球脑机赛道站稳了中国品牌的一席之地。在 AI 技术快速迭代、多数企业追求快速变现的当下，脑机科技的发展节奏显得格外沉稳。它没有跟风做流量型 AI 产品，而是长期扎根底层技术研发，坚持让脑机技术走出实验室，落地真实场景。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